前这只自己带围脖，把自己变成狼外婆的大熊猫，就是生活在湘西凤凰的福福。大熊猫福福2017年在卧龙神树坪基地出生，父亲是大熊猫白羊，母亲是大熊猫叶叶。福福刚出生不久就被四川天府银行终身认养。虽然他是个男熊，但因长相甜美，笑起来非常甜，所以大家又叫他甜福。同时，他又走在时尚的最前沿，不是穿裙子就是戴围脖，每天都是惊喜小花活。吊带裙搭配贝雷帽，孩子是懂穿搭的。福福其实和壮壮很像，壮壮喜欢把轮胎套在身上，而福福只要是好看的东西，他都喜欢套在身上。这2天湘西气温骤变，生活在湘西的我都穿上了大棉袄，福福也感觉到了寒意，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围脖，拿来后赶紧套在头上，一下子就将自己可爱甜美的形象变成了狼外婆的形象。如果我不说她是真正的大熊猫，或许大家会怀疑她是工作人员假扮的吧。除了脖子上套东西，她还会其他穿搭。这天，她在自己的院子发现了一块布，在别的大熊猫眼中，这块布可能就是垃圾了，但对于走在时尚前沿的福福来说，那可是一件宝贝。他先是费了9牛2虎之力将其扯了下来，然后不知通过什么手法将其做成了吊带裙，穿在了自己身上。更神奇的是，裙子穿上后，他还要戴上贝雷帽，这造型即使用来走时装秀，凭借独特的设计风格，拿个名次不过分吧。或许他感觉到了有摄影师拍摄，摆完一番造型后，又继续设计下一款造型。福福看似是在乱搞一通，实际上就是在搞破坏。最终裙子被他损坏了，由于损坏的太多，他趴在支架上休息时用来支屁屁了。这么懂得穿搭的大熊猫，估计是熊猫界的一股清流。来，大熊猫真的听得懂人话。好会呀。这只委屈巴巴的大熊猫叫做汪家，它本是一只野生大熊猫，于2007年冬天被管护队员发现于风筒寨保护区。当时它卧在冰天雪地中，浑身湿漉漉，管护人员静等3小时，未见熊猫妈妈回来，怕它有危险，然后就带到了大熊猫保护区，因救助于汪家沟，故取名汪家。2014年开始繁育，到如今已经有了7个子女。当初这只靠越狱卡头而火爆全网的颜慧，便是汪家的第2个女儿。就在前几天，汪家上班时，一来就盯上了宰在手中的笋笋，老大的没抢到，他转头就来抢老二的。即使老二把笋笋护得严严实实，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笋笋最终被汪家抢走。刚好这一幕被现场的游客拍摄了下来。小的现在 emo 了。看到老二笋笋被抢后，有点伤心的感觉。然后游客就说了一句：“汪家好坏。”他好会呀！没想到游客无心的一句，居然被汪家听懂了。汪家直接愣在了原地，顿时手中的笋笋不香了，表情都是委屈巴巴的。直到最后，看汪家的表情，我感觉他都要哭了。其实这也不是汪家第一次抢孩子笋了，在此之前，汪家带的每一届孩子都有被他抢笋的经历。无论是16届的颜慧，还是20届的嘉阳和嘉柏，都亲自给汪家包过笋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一次既然有姨姨们说他，孩子的自尊心一下就受到了打击，所以他才会觉得委屈吧。你看，不吃人家家长，你能吃吗？那玩意儿？大熊猫发发为了威胁奶爸，抓起一颗青团就往嘴里放，奶爸当时都吓坏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发发下班回家，看到自己睡觉的床上全是竹子，他顿时就怒了，自己睡觉的地方怎么能放吃的呢？然后就把这些吃的全部扔到了地上。他睡在床上，那是越想越生气，面对摄像头，那都带着一股恨意，眼神仿佛在说了多少遍，吃的不要放在床上。到了奶爸给他加餐时，他左手拿着食物乖乖吃饭，右手则抓着一颗青团。这一操作给现场的奶爸奶妈都吓坏了。你啥呀？哎，咱是捡起来要脱脑袋。哎！在奶妈一声惊呼中，青团被他弄掉了。在他又准备捡起来时，奶爸大声呵斥住了他：“你看，能吃吗？那玩意儿？你不吃人家家长，气死我！”然后发发一脸凶凶地看着奶爸，仿佛在表达着下次再把吃的放床上，我就把你们挂网上。这也不能怪发发，这位浦发银行的2小姐，人家可讲究了，平时吃东西都是在外面，从来不把食物带进宿舍，尤其是床上，一直都是干干净净的。床上是用来放睡觉用品的，不是用来放食物的。这一波我无条件站发发这边。2小姐，什么时候跟金主爸爸说说，让我来咱家银行上个班？顺顺为何要把床扔沟里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
这天，顺顺想要把床搬到秋千上来，秋千那么小，床那么大，最后以失败告终。然后顺顺就在床上翻了一个跟头，结果因为自己太重，使得床失去重心，就这样床不仅翻了过来，还给他脑袋砸了一下，哈哈。这一下把顺公子都砸懵了。想当年，顺公子仅仅因为奶妈而委屈过，差点就哭了。所以顺公子哪里受过这种委屈，怒火一下就上来了，然后就对床大打出手。他心想着，床你要砸我是吧？看我拿不拿你就完了。他先把旁边挡路的东西弄开，然后要啄床的一脚，就朝着身后移动。就这样，在顺顺的一番操作下，床被他扔到了室内的沟里。这操作咋和天津的二姑奶奶喜乐一样呢？喜乐当时扔的是凳子，顺公子扔的是床。您瞅瞅，直到把床扔到沟里后，他都还没平息怒火，转头把枕头也扔了进去。果然，被宠着的孩子都很有脾气。奶妈兰姐听闻后，立马过来，对着顺顺就是一顿安慰，并告诉他，既然床敢欺负顺顺，明天就把床换了。在兰姐一番安慰后，顺顺心情也瞬间好多了。万万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顺顺又在床上摔倒了。虽然床换了，但顺公子还是没逃脱滚下床的悲剧。哈哈，看来顺顺这辈子逃脱不了和床的夙愿了，还是熟悉的动作。这新床还没来得及睡，又被顺顺给扔了。太聪明了，想不到是不是？糟了。为什么这只熊猫妈妈要吼奶妈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这只熊猫妈妈正在带娃睡觉，睡得真香时，突然听到了开门声，原来是奶妈开门来拿娃了。这时这只熊猫妈妈心生一计，爬起来就对着奶妈怒吼，目的也很简单，她好像在表达着，你什么都不拿就想带走娃，没门。5分钟后，懂他意思的奶妈就拿来了苹果。吃到苹果的熊猫妈妈这时的态度立马发生了180度的转变。刚开始他还这么凶，不让奶妈靠近幼崽，原来是没吃到旺仔苹果呀。您瞅瞅，有了旺仔苹果的他，看着奶妈朝着玩走来，他只是用眼神看了一下，根本没有其他反应。即使奶妈当着他的面拿娃，他只顾着吃自己的苹果。他心里估计想着，苹果是吃到了，娃你就带走吧。哎呀妈呀，这苹果真香！然后奶妈就轻而易举的将熊猫幼崽拿走了。说到用食物换娃的大熊猫，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成大，只要奶妈来拿崽，他先装作不给的样子。一旦奶妈拿出旺仔盆奶后，那是主动将娃送出。此时他的眼中只有盆奶啊，真香！更过分的是，普通的盆奶喝惯了，他还要求饲养员加蜂蜜，不加蜂蜜的盆奶不换崽。饲养员被迫只好加入双倍蜂蜜。成大经过一番仔细检查后，表情都好像在说这回味道对上了，然后就和饲养员达成了共识。喝上盆奶那一刻，也把娃给了对方。最新消息，萌兰又在预谋越狱。距离萌兰上次越狱已经过去了1年之久。当年萌兰的这起越狱事件，在全网以及全世界都造成了极大的轰动。后来随着北洞的围墙加高，萌兰也安分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就在昨天，这不国庆节嘛，就有游客去看萌兰，刚好拍下了萌兰预谋越狱的视频。只见他通过石头成功爬到了这个铁门上。然而在这个铁门上有一个监控，熟悉萌兰越狱方式的朋友应该知道，这家伙在越狱前最喜欢做的就是拆监控。去年他越狱前，他就曾几次爬到监控前去搞破坏。虽然途中他有几次因拆监控而从高空摔落而下，但凭借一腔越狱精神，他摔倒了又爬，最终成功将监控弄毁。所以我看到萌兰这熟悉的行为后，我才说他这是越狱前的征兆，他又在预谋越狱。但从昨天的视频来看，萌兰最终也没能够着监控，然后一脸失落的离开了监控下范围。通过去年和今年的视频相比较，今年监控可触摸的难度确实比去年大了不少。看来北洞的工作人员不仅防火防盗，还时刻在防着萌兰呀。这也是此次萌兰没有拆掉监控的原因之一。失败后的萌兰最后爬到了木架上，不知道在思索着什么。反正从铁门下来后，他都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。看到这肚子呼吸的动作没？这是很不甘心呀。姨们就敬请期待吧，我预估这2天萌兰还会有大动作。